当年这部嫁接拼盘的大杂烩电影，若不是有周星驰、吴孟达坐镇演绎，肯定能沦为年度10大烂片之一。这位就是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、逢赌必赢，我三叔的最佳拍档，赌神的得意弟子赌圣。听到三叔这么高调介绍自己，阿星谦虚地表示做人要低调稳重。可轮到他自我介绍时，嗓门瞬间拔高了好几十个分贝。各位，我今天很高兴跟各位亲戚还有新闻界朋友见面，谢谢。而你敢信，阿星跟在赌神身边学艺了半年，却只学会了装酷和脚底按摩，这让来采访他的媒体彻底无语，纷纷心里问候了一顿后转身离去。不过令达叔欣慰的是，阿星也并不是一事无成，他在师傅那听闻到许多能人异士的传说，其中一个名叫皮亚卡香的法国赌神，在1937年的上海，利用特异功能赢遍天下无敌手，结果这么一个顶尖高手，最后却输给了一个叫今晚打老虎的无名小子，当场气得怒火攻心而亡。而说到这时，阿星见电视机正播放着上海滩里的丁力，便调侃剧中人物名字取得很有水准。可达叔却表示丁力这个人物不是虚构，当年还和他的老爹，也就是阿星的爷爷周大福一起合伙做过生意，是个活生生存在过去年代的大人物。爷爷叫周大福？是啊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周大福珠宝店我有没有股份呢？可惜阿星的爷爷是卖菜肉包的，并不是连锁店遍布全国的金主周大福。为此阿星心里一阵小失落，而看到爷爷奶奶年轻照时，见三叔模样简直就是爷爷的翻版，更是感叹他们这一脉延续下来的不容易。他实在想不通，周大福长得这么挫，居然能娶到貌美如花的奶奶吴春天。不料就在他冥思苦想之际，一阵急促的枪声传来，两叔侄意识到了暗杀，于是赶紧寻找掩体四处躲避。紧接着一个黑衣人跟了进来，他居然身怀特异功能，可以控制所有铁质武器作为武器，要不是阿星身法足够敏捷，估计刚开局就被 KO 了。随后阿星开启特异功能，先将窗帘吸附后背上来了的孔雀开屏，接着一记左千户的御剑术使出，将黑衣人牢牢钉在了墙上。而这时又一个黑衣人在背后偷袭，这个人全身带电，直接将阿星电得浑身酥爽发麻。关键时刻达叔拿出一个塑料袋套在黑衣人身上救下阿星，再紧紧将其抱住阻止继续放电。等阿星恢复神智后，当即将所有功力汇聚于拳头。赌圣拳。阿星这一记隔山打牛，当场将黑衣人打得晕了过去。可还不等两人休息片刻，又冒出一个控火小年轻，在阿星后背肆意的放火偷袭，这可把阿星给急坏了，赶紧跑向外面的游泳池。结果这里也有人发功，一池子水瞬间被特异功能吸干，直接将阿星摔了个狗啃泥。没有办法，他只能来回不停的翻滚，并且在火焰压灭后炸死装晕。等黑衣人过来查看时，立马用特异功能将其催眠。而也就在这时，黑衣人的幕后老大终于出现，男人名叫大军，因半年前帮助海山对付阿星小刀两人，被阿星设计散掉了一身功力。最近他恢复了特异功能，于是回到家乡找到自己师兄弟，组团来找阿星报上次羞辱之仇。随后四人将功力全部传给大军，可谓是一出手就是大招，散发出的强大冲击波瞬间将阿星压制的连连后退，直到退无可退，阿星也催动全部功力进行抵挡。阿星，阿星，然而下一秒，一股强大吸力将达叔吸进人群，紧接着周围突然狂风大作，随着一道闪电出现，斗法几人瞬间消失的没了踪迹。目睹这一切的龙武赶紧上前查看，却发现地面没有一丝裂痕，几人就这么活生生的好似被蒸发了一样。而殊不知，阿星此时正无重力漂浮在一个黑洞当中，脑海里所记忆的重要事件正以极快的速度往后倒带重演。接着他从高空直直落下，掉入了一个荷花塘中。等他爬上岸后，发现周围环境非常清幽恬静，和喧嚣吵闹的香港格格不入。就在他疑惑不解之际，刚好接到了龙武打来的电话，他以为自己来到了乡下，便描述周围显眼的建筑标志，让龙武赶紧派人接他回去。可两人磨磨唧唧的聊天，一旁等龙武开会的王局长坐不住了。是哪个小王八爱摔跤的？我，你谁啊？我是周金祖，外号赌圣。你吃不来多少年？我是王局长，外号夺命剪刀脚。什么脚？夺命剪刀脚，凌空飞起，一夹爆你的脑袋呀！叫他识相一点，不然夹爆他的脑袋。可龙武刚要回电话，整个警局的通讯系统瞬间瘫痪，就连电梯以及电子门也没了信号。这种事显然不是正常事件，龙武一时间陷入了沉思。而与此同时，阿星遇见了一个牵马的白衣少女，但面对她的问路询问，对方只是一个劲的浅笑，接着骑上马一言不发离开了这里。阿星赶紧去追，结果却吃了一嘴的毒。
无奈的他只能四处游荡，不料误打误撞，却来到苏乞儿当年摆烂的树下，竟意外发现达叔正在这里上吊。阿星见状，立马跳上去救人，可他第一时间没去解绳子，反而缠在达叔身上，喋喋不休地询问原因。随着脖子里的绳子越勒越紧，阿星这才发觉差一点将达叔亲手送走。结果达叔一开口，一副标准的娘娘腔纯正口音，差点颠覆了阿星的三观。怪死了，人家寻死你拦着人家。不仅如此，达叔还表示自己1星期失恋了37次，这一次下定决心为爱殉情，可眼看就要魂归地府，关键时刻却被阿星给坏了好事，于是他便觉得自己命不该绝，上天会给他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。随后达叔不再寻死觅活，还向阿星介绍自己名叫周大福，在附近经营着一家包子铺。见阿星对写有上海地标的牌子感兴趣，达叔又补充到现在是1937年，昨晚一代枭雄许文强被人暗杀射死。此事登上头版新闻后，整个上海市顿时一片混乱，各方人马不间断开始了厮杀。但作为新时代的三好青年，阿星怎会相信这么无稽的事情？于是开口连续喊了数据三叔，准备让其发病后拆穿这个谎言。因为他们周家有个基因遗传，只要阿星一喊达叔叔叔，他就会全身不受控制的乱颤乱颠。不过眼前周大福丝毫不受影响，显然根本不是阿星的叔叔。难道你真的是我爷爷？爷爷？嘿，你想当我孙子啊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惨了惨了，传说是真的。什么传说啊？当可疑功能发挥到极限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磁场改变，转移时空，发功者进入时光隧道，穿梭过去，回到未来。为了验证心中猜想，阿星立即给龙武回拨电话，结果电话就如同一块砖头，根本接收不到半点信号。紧接着他来到街市之中，发现周围人全部清一色旧式装扮，并且还都操着一口流利本地方言。阿星彻底无语了，开始慢慢相信自己来到了1937年的上海。没曾想下一秒，两帮人马在大街上展开了火拼。由于阿星身穿红衣，和暗杀许文强那波人撞了衫，黑衣人二话不说便围了上来。阿星见状，果断一记赌圣拳打出，不料这势大力沉的一击，对方压根没有任何反应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阿星的拳头打人不疼。如今失去了武力优势，阿星赶紧换上黑色衣服，准备趁乱溜走。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，外面红衣人大获全胜，见阿星一身黑衣突兀的出现，立即对他进行斩尽杀绝。面对此等误会局面，阿星只能边躲边解释，结果他叭叭叭说了半天，换来的却是更加凶狠的打击报复。被逼无奈之下，他丢出豆腐干的同时挥出一拳阻拦敌人。你痛啊！这么悬！哎呀！隔山打牛！原来隔得越多就越厉害呀！此招式立马引起了雷老虎的注意，立即让所有人撤到一边，随后欺身而上逼近阿星。而雷老虎又别名寿伯，暗杀许文强就是他组织的。见阿星身穿黑衣，自然将其认定是帮许文强报仇的人，于是每一次下手都不留格物，让隔山打牛这一招成了鸡肋。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手，寿伯更是趁机死死勒住了阿星的脖颈。关键时刻，阿星以自己的身体为跳板，一拳将寿伯击飞了数米之远。接着见众多小弟排成一排去救大哥，阿星果断打出一记加强版隔山打牛，震得寿伯在空中360度转体3周半，落地后直接成了河。也就在这时，一个酷飒小姐姐和一个长毛男手持冲锋枪，咔咔就是一顿乱射，仅3秒时间，红衣人全被撂倒在地。随后他们的老大丁力走了过来，得知阿星一拳打死雷老虎后，便将其请回了自己别墅。一是感谢阿星为许文强报了仇，二是他欣赏阿星的身手，想让阿星以后跟着自己混。不过阿星现在还没接受穿越的事，一门心思的只想回到1991年的香港。可令人崩溃的是，阿星叙述的穿越经过，就连一向见多识广的丁力也一头雾水，甚至阿星的大哥大以及电子手表只是一块铁疙瘩的废品罢了。没有办法，电话打不通就不能证明自己，阿星只能先在丁力这里安顿下来。第二天，他陪同丁力参加许文强的葬礼，环顾四周时，竟发现昨天偶遇的牵马少女也在现场。得知她叫如仙，是当今市长的千金后，阿星赶紧调动全身情绪，以自认为最帅最拉风的方式打招呼。可对方见此一幕后却眉头紧凑，仿佛刚才看到了二傻子一样。随后丁力介绍两人认识，面对阿星的热情问候，如仙却冷冷地表示两人这是第一次见。一番话整得阿星一头雾水。就在这时，雷老虎的结拜兄弟黄金贵来参加葬礼，达叔告诉阿星，这人才是暗杀许文强的幕后主使，并且还是小鬼子川岛的走狗。这次来肯定是想劝丁力投靠他们。而从他一步三摇的走路姿势，以及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，阿星立马猜出这小子下一句会说什么。我丁力什么都敢做，就是不敢做汉奸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你敢跟我丁力说这种话？走，你有种，我们走。不料黄金贵这个老六早在周围埋伏好了大批手下，见谈判失败，立马下令杀掉葬礼上的所有人员。